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同，爱很有倾向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和梦交涉。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，还要穿破几道城墙，保持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，既不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我信仰。欣姐，欣姐，是他。Coco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慢慢说。你想到什么？是谁啊？是 Max。那天我快就醉了，在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有人扶我躺下，还蒙住我的眼睛，绑住我的手。然后我感觉有人脱我衣服。你没有尝试反抗或叫喊吗？哇 ，Sir， 你有讲多少次？强暴 Coco 的人不是我了。我们从酒廊厢房找到的电话线上有你的指纹，在 Coco 体内找到含有迷幻药成分的药物，经过化验，跟你身上收到的一模一样。还有，我们去养鱼场问了很多人，他们2天前看到你扶着迷迷糊糊的 Coco 进养鱼场，这些足以证明，对 Coco 做出严重性侵犯的人就是你。既然你的眼睛被蒙着，后来你甚至昏了过去，为什么你会打电话给 Dr. Chow 跟他说是永哲强奸你呢？我记得 Max 骂永泽的声音。江永哲，你强奸了 Coco 啊？别跑！那你现在为什么那么确定是 Max 强奸你？记得当时我摇上一个人。你说你迷迷糊糊的，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咬伤的人是 Max？ 永泽逃跑后 ，Max 去追他，不久后就回来了。永哲逃掉了，我一定要狠狠教训那个家伙。别哭了，我不会放过江永哲的。该被那混蛋打伤了。我一时没有怀疑，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醒来时看见 Max 脱了永泽的衣服。难怪你说你醒来的时候你看见永哲在穿衣服。那你的手机为什么会掉在 KTV 厢房的地上呢？我记得当时我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，可是 Max 说别打了，我带你去验伤吧。我一定要让那个混蛋做到打扁。走。然后他给我喝了一杯饮料，我就一直昏昏沉沉的，一直到你们把我救出来为止。Max 囚禁你的那段日子，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他一定是继续喂我吃药，让我神志不清，然后他就一直侵犯我。
我们一定会让 Max 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爸说要留在家里，亲自为你下厨，煮你喜欢吃的东西。妈，对不起啊。没事的，回家了。Madam， 江永哲，你涉嫌一宗伤人案，现在我们要逮捕你。你老实说，公园的伤人案，你有没有参与？没有。那你是说 Max 在撒谎了 Max 乱讲的，Don真的不是我刺伤的。？Max 说人是他刺伤的，可是你也有动手打断，有没有这回事？ Max 说只是打人，所以我只是打断，也有用脚踢他。不过我没有想到 Max 会拿刀子刺伤他，我真的不知道的。永哲，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知道的，老老实实的全部交代出来，这样才能够帮你自己。Madam， 永哲已经承认打人。 他有可能会被警方提控。我打算请几天的假，你们秉公办理。有什么事情，直接向署长报告就好了。Yes, madam. Madam， 我能体会你现在的心情。 之前，我以为我哥做了犯法的事，其他的同事会用有色眼光来对待我，但后来我发现，他们根本没有。我相信这个案子，他们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的。谢谢你。另外。 大耳窿的案件，我们已经跟进很久了。我想，很快就可以找出幕后的主谋。等你放假回来，这个案子还需要你继续带领我们。永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。 根据永哲的说法，这些跑腿都会把钱交给一个叫黑哥的小头目。以这几天的跟踪来看，黑哥的幕后主使，应该就是我们调查很久的杨龙山了。希望永哲提供这条线索，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瓦解这个大耳窿集团。年轻人
破案是急不来的，一定要收集足够的证据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最好呢要等到时机成熟、人赃并获的时候，而且呢不能鲁莽行动。很好，这以后我退休的话就有接班人了啊，最好快一点。这样想我早点退休啊。什么事情笑得这么开心啊？看到你们就开心了。好了，你们回去休息吧。接了。肚子饿了吧？这个时间呢，到处都关门了，回家吃泡面吧。不用那么可怜，我知道这里附近有一家营业24小时的餐馆，好吃。老婆回来了。哦，欢迎光临。东华，爸爸回来了。叫叔叔。欢迎欢迎。老婆，夜宵准备好了吗？就快好了，今天有炸五香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还打扰你们。你孤家寡人，随时欢迎来这里。老婆，我帮你，快一点。嗯。当做是自己家就行了。我们一起放好不好？他每天晚上都要等我陪他玩积木才肯睡觉的。东华，要叫叔叔今天陪你玩了，你可以先睡觉吧。来，抱抱爸爸。我女儿抱我啦！我女儿抱我啦！晚安。晚安。你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怎么样？开心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的女儿从来没有跟别人有肢体接触的，她第一次主动来抱我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的女儿会越来越进步，她的一小步就是我的一大步。好了，替你开心，谢谢。对了，我刚才看到你跟我的女儿这么快就打成一片，你对自闭症的儿童怎么那么有一套啊？因为我也自闭的。真的啊？我小时候孤儿院的院长也是这么说我的。哎呀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说我什么？你跟你女朋友的事啊。你们还没和好啊？我哥的病你也是知道的。万一我跟我哥得了同样的病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心怡该怎么办？你该坦白跟他说啊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现在告诉他。我不知道我告诉他之后他会有什么反应。姚家，你要勇敢面对。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你的女朋友，如果她接受你的病，也就是说她不怕被你拖累。有些时候，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糟糕的，要乐观点。
一转眼，我们在画廊里泡了1个上午。你觉得这个画展怎么样？看了这么多画展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儿童画展。别看他们年纪小，他们画出来的东西一点也不麻。每一幅画的色彩都那么的鲜艳活泼，充满童趣，我感觉好像站在儿童乐园。肚子饿吗？我们去找东西吃。好啊，燕君，爸妈，我来介绍，他叫黄子杰，我爸妈。安哥弟，你们好。好。很好很好哎。爸妈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我们随便出来逛逛。那你妈说肚子饿了就来餐厅了，没想到你们也在这里啊。真巧啊。是啊，真的很巧。子杰啊，你家里有些什么人啊？我爸妈还有我。人口跟我们一样简单，不错不错啊。那你爸妈是从事哪个行业的？我爸开了一间旅行社，我妈妈在帮他。哦，开旅行社好啊。我们2夫妻很喜欢旅行的。看什么时候有空约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出来吃顿饭。我们肚子也饿了，一起吧。好啊好啊，就点子杰爱吃的。来，子杰，你想要吃些什么？都可以。刚才和我爸妈一起吃饭，是不是吃得不自在？他们那样的问长问短的，真不好意思。其实你是应该道歉的。不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我还以为我们演得很好，没想到还是让你看得出来。你忘了我是警察吗？你是从哪里看出破绽？第一，他们说出来随便逛逛，如果只是逛逛，应该穿得比较轻便，而不会打扮得这么隆重，而且附近都没有商场。第二，如果只是巧合，为什么把我当儿子、女朋友一样问家人，还有问结婚后要不要继续当警察？不愧是警界的精英。是你爸妈演得太明显了。怎么了？虽然跟你认识不久，不过和你相处得很开心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觉得你是对的人。子杰，你没反应，是不是表示我在自作多情？其实你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。我有这样说吗？干嘛偷看人家的手机啊？什么偷看？我是光明正大地看。他说自己名草有主了，是不是指你啊？是啊，有什么意见？意见是没有，我只是要恭喜你，等啊等啊，终于等到有人要了。你已经说我很多条街了，你要快马加鞭，努力赶上。Sir，下班后有没有空一起去看电影？我租了影碟要看，赶着还，你找别人陪你看吧。就知道你会拒绝。别这么说，我真的租了影碟要看。你是不是喜欢 Mam？ 我们2个实在太熟了，熟到好像是兄弟一样，不可能发展的。你别乱猜了，让子杰听到会不好意思的。
我本来今天是没空的，还要特地来陪你看电影。为什么不叫陈彦君陪你看呢？好的东西要跟朋友分享，好的戏要陪朋友看，我不会重色轻友。是不是这部啊？是啊。干嘛？嫌我手脏啊？我看见你好像没洗手就拿东西吃，我怕拉肚子了。触电。你现在有了男朋友，要是引起男朋友不必要的误会，那就不好了。他不会介意的，他知道我跟你的关系像姐妹。谁要跟你做姐妹啊？难道是兄弟？谁要跟你做兄弟啊？那你要做什么？好好看戏，讲这么多话。我的事你不要管。我现在怀孕了，你还要去赌？就是因为家里要多一张口吃饭，所以我才出去赌，让你和孩子过好一点的生活。我要的是安定的生活，不是担心被人追债的日子。我不许你赌。这位。你不要警报，他又去赌了。哎，你呢？来，你看叔叔买什么给你？巧克力啊！来来来，啊！延安，怎么没说谢谢啊？谢谢叔叔。乖，叔叔帮你开。我们是东林警署的调查员。标价？你知道大耳窿拿你的户口号码来做什么吗？他们把其他欠债者要还的钱转入你的户口里，再利用你的信用卡、提款卡进行转账。你把你的银行户口资料交给大耳窿，是协助他们非法放贷，是犯法的。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户口被大耳窿拿来转账的。那你知道是谁把你的银行户口资料交给大耳窿吗？应该是我先生。你的先生欠大耳窿钱。大耳窿规定每个星期要还20%的利息，而且本金还要在6个星期内还清。然后呢？我只知道他被籍主大耳窿追债，大耳窿上门说如果没钱还，就要给他们银行户口号码。那请问你有见过这几个人吗？是他，这2个我不认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先生好像叫他阿明。警察先生，你能不能重新发落，不要抓我的老公？我已经怀孕了。法官会根据案情来做出裁决。你要小心啊，阿渊！做小孩子多好，什么烦恼都没有。上次渊生病时，政委答应过我不再赌了。
他什么时候又开始赌了？赌鬼的话，哪里能相信？他起初真的很用心开德士，下了班就回家。可是没多久，又跑去赌。最近又有大耳窿追上门。现在他竟然把银行户口号码交给大耳窿。或许我再找个机会跟他谈谈。不必了，我对政委已经死心了。难道你打算任由他这样赌下去吗？我打算离婚。孩子怎么办？我就是为了孩子们才这么做。我不能让孩子们在赌鬼家庭中生活，这对他们绝对不是好事。玉琪，不要劝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回娘家。为什么？你还敢问我为什么？我等了你1个晚上，你又去赌了，对不对？又输了。就是因为你整天跟我唠唠叨叨，我才会输。你少管我。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管你了。我已经把云恩送去娘家，我也决定跟你离婚了。不准走！我有钱的时候你跟我结婚，现在我落难了，你要离开我？我离开你是因为你死性不改，整天沉迷赌博。我去赌还不是为了你们，给你们过好的日子？可是我们有好日子过吗？没有。大耳窿整天上门，我们过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我受够了。不准走！你放手！怎么了？幸亏还来得及救孩子，不过以后要小心点。我们刑事侦查局调查杨龙三已经有一段时间，你们那里有什么线索吗？杨龙三，他表面上是个商人，但其实他的真正身份是非法贷款人。根据我们的跟踪和调查，有一个叫陈文明的在帮杨龙三进行非法贷款活动。我们盘问过整100个被骚扰的欠债者，他们都说是他。这些欠债者都说是陈文明出面，跟他们要他们的银行账户号码。陈文明拿到提款卡之后，就会把它交给李天华，李天华就会负责去提款。拿到钱之后，就会交给另外一位小头目吴启黑。吴启黑拿到钱之后，就会交给一个叫 Kelvin 的人。这些大耳窿以为警方拿他们没办法，所以越来越猖狂。我们有信心将杨龙三抓拿归案。请问你们找谁啊？我们来自 CID 的非法借贷侦缉组。请问你是杨龙山先生吗？我是。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怀疑你从事不合法的放贷活动，现在需要在你家进行搜证。好。这里有个保险箱。欧阳，
叫他来打开。Sir， 这几本账簿是在书房里找到的。杨龙山先生，警方现在以你从事非法放贷活动，正式逮捕你。走吧。好好看家。帮我查一下，这个游艇是谁注册的？好的。好，谢谢你。游艇是注册在 Kelvin 的名下。我们是东宁警署的调查员，我叫唐耀嘉，这是我的同事 Jimmy。请问你认不认得这艘船？哦，当然认得，要出海了。要去哪里啊？杨太太说要去印尼。喏，他们要上船了。警察追来了。我来应付。警察，别跑！开关！要加！要加！This is SIO Jimmy Dai from E Division. Coast Guard Roger, acknowledge. Roger, surveillance camera, look out for the contact. Yes, sir. Jimmy， 蛙人在码头附近找不到药家，也许他在游艇上。 Yes, madam. Jimmy， 药家，你没事吧？我想问他要逃去印尼的明光岛，我怀疑账簿和巨款都在游艇上，你要尽快赶上。好。Sir, the yacht is 2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Indonesian waters. Stop your vessel immediately. 开快
过了印尼水域，他们就拿我们没办法。 This is PT-62 in pursuit of a yacht leaving Sisters Ferry. Contact at Copen 180 ta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Batam. There are 6 people on board the yacht, including 1 IO. It is a white 50-footer called SG yacht. Request for Mike 1 to proceed to Sisters Ferry to intercept the yacht. DH51, you are to proceed to location 0518 Charlie to intercept one Singapore craft by the name of SG yacht. 如果现在不阻止他们的话，他们就要冲进印尼水域了。我是动力区总的调查员唐阳嘉，马上停船。住手！放下武器，要不然我开枪！飞走！马上停船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恭喜你啦，立了大功，抓到大耳窿的幕后大老板。通常大耳窿的幕后大老板是最难被逮到的，还是你行啊？这一次呢，能成功逮到这条大鱼，多亏了 Monica 的弟弟 Kelvin， 他因为证据确凿，最后认罪了。我们顺着阳龙山这条线，确认了幕后大老板的身份，才有机会将他从海外引渡回国。对了，你立了大功，那你的升级有望了。好，请吃饭，一定要啦！没问题。不过最近有2宗德士司机被抢劫的案件，劫匪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，大家要盯紧一点。被打劫的德士司机说，劫匪啊并没有戴手套，可是呢，我们却找不到指纹。这指纹怎么会无端端不见呢2位受害者都说，劫匪突然间会在半路上说要吐，那司机就会停下来让他吐，他就会趁这个时候拿出刀子向司机打劫。我相信都是同一个人。我们是来给药家庆祝，还是来讨论案情？请问是吃东西了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职业病啊！来，大家吃东西吧。好，吃吧，吃吧。没等我来就开始吃啦，是 Jimmy 的主意。哎呀，我叫心怡来是要让大家吃得开心一点嘛，哈。还没恭喜你呢。谢谢。这次你能破这起大耳窿案子，再次证明你是个很有能力的调查员。谢谢。吃东西吧。怎么大门是打开的啊？钱，爷爷奶奶。我找了专家来修理冷气机啦。你找人来修理啦？今晚你可以睡得舒舒服服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还说自己是什么冷气神医，看还不是要找人家来修理？不过你还是欠我一餐。那下次你来我们的肯定吃饭，我再请你是吧？
也好，说定了。你在看什么？哦，你在看志恒哥和姐啊？不是。志恒哥常常来我们家的。是吗？他上次帮我修理电脑，知道姐房间里的冷气机坏了，这次就那么热心的带了合格的维修员上来维修。他每一次来啊，一定会对姐大献殷勤。你知道姐的反应是什么吗？姐完全没有拒绝哦，而且啊，连爷爷奶奶也越来越喜欢志恒哥。我看啊，你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喽。嗨，我听心怡说你最近破了个大案子，恭喜你。是整个警察团队共同努力才能做到的。总之，我是打从心里佩服你。在伦敦奥运会的游泳比赛，美国选手 Michael Phelps 在他的强项200米蝶泳中一路领先，到了紧要关头，竟然给南非选手追上，结果以0.05秒的差距，让到手的金牌飞走了。我知道你领先我很多，不过如果你不看好心仪，我也会像南非的选手一样，把他抢走好了。你看，你看，看来克强真的是想通了，他终于把对思宁的感情放下了。要放下一段感情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克强的这个笑容，不知道是经历了多少泪水和痛苦，才能绽放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一定要好好的鼓励克强，一定要珍惜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来后悔。如果你不看好心仪，我也会像南非的选手一样，把他抢走。干嘛？心怡，我们结婚吧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是和谁不同，燃烧都是那份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同，爱很有轻重，不懂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，战斗本能的一种，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跟梦交涉。我照着我的方向，逆着光，还要闯破几道城墙。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。寂寞需要伪装，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